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今天的节目，我来填一个我很久以前挖的坑，向大家介绍太空电梯这种最为便捷的进入太空的交通工具。我频道的观众朋友肯定已经对火箭的发射并不感到陌生了，但是每次火箭发射成功的时候，依然能够令人感到欣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火箭发射的壮丽场面虽然令人激动，但不知道这种场面会不会令您心生感慨？为了把那么一点点载荷送进太空，竟然需要用到这么巨大的火箭，这样的运输效率实在是太低了。有没有效率更高的进入太空的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太空电梯就是其中的一种。太空电梯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被誉为火箭之父的俄国科学家康斯坦丁·乔尔科夫斯基在1895年提出的。它的核心理念是在地球的静止轨道上建立一个空间站，用缆绳把空间站和空间站在地面上的投影点连接起来，那些想进入太空的人员或者是货物就可以沿着缆绳进入太空了。这就有点像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运动员玩链球，地球就是运动员，空间站就是链球的球头，只不过地球是不会像运动员那样松手投出链球，而把空间站给投出去罢了。说到这儿，我想起前2年电影《流浪地球2》里的一个桥段，在电影里，恐怖分子袭击了太空电梯的底部，结果太空电梯就从太空坠落了下来。其实这个桥段严重的违反了物理定律。大家可以想想，运动员转动着链球，如果他松手，链球肯定是向远方飞去。太空电梯也一样，如果它的底部被毁，位于同步轨道的空间站以及更远处的配重是一定会像松手之后的链球一样向太空的深处飞去。在这儿，电影的导演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不多说电影了，让咱们还是回到太空电梯的话题。首先提醒大家，太空电梯仅有位于地球静止轨道的空间站和缆绳与地面的连接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使太空电梯能够稳定地运行在静止轨道上，在静止轨道之外还需要有配重。通过配重使空间站、缆绳和配重这3部分构成的系统的复合质心正好落在静止轨道的空间站上，或者高于静止轨道。看到这儿，可能就会有朋友感到奇怪，太空电梯为什么还要有配重呢？关于这点，大家可以这么想，既然通过在轨道上的空间站上垂下缆绳到地面的方法来实现天地交通运输的功能，就要求空间站、缆绳必须相对于地面是静止的。那么，怎么样才能让缆绳和空间站相对于地面静止呢？答案就是让整个太空电梯系统的复合质心达到或者高于地球静止轨道。只有这样，才能让太空电梯系统绕地球公转的角速度和地球自转的角速度相等，也就是说，相对于地面静止。从理论上讲，如果系统的复合质心恰好在地球的静止轨道上，系统的离心力恰好就和重力相等，这个时候缆绳的受力为0。如果系统的复合质心高于静止轨道，离心力就大于重力，缆绳就会受到拉力；而如果低于静止轨道，此时离心力就会小于重力。包括配重、空间站和缆绳在内的整个太空电梯系统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向地面坠落，电梯也就用不成了。好，通过我的介绍，相信您已经对太空电梯的基本构成有了最初步的了解，那就是太空电梯至少要包括位于静止轨道上的空间站，在静止轨道之外的配重，以及连接空间站与地面和空间站与配重的缆绳这3部分。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太空电梯到底要怎么才能实现。您可能会感到奇怪，
太空电梯的设想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为什么还看不出任何打算开工建造的迹象呢？其实，造成太空电梯设想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原因，就是因为现代的技术水平还无法满足太空电梯的要求。在太空电梯最基本的3个部分里，如果说静止轨道空间站和静止轨道之外的配重还比较容易实现的话，那么连接空间站与地面和空间站与配重之间的缆绳实现起来难度可就太大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太空电梯的缆绳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其实，对于太空电梯的缆绳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密度小、质量轻和抗拉强度高。但就是这简单的2点，人类目前已知的任何材料都无法满足要求。唯二有可能在未来满足这些要求的材料，就剩下碳纳米管和石墨烯这2种了。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就让我们只拿碳纳米管来说明这个问题。现在碳纳米管基本上还是处于实验室阶段，没有能在工业上广泛的应用。目前实验室状态下的碳纳米管的密度不到2克每立方厘米，这个值还不到普通钢材的1/4，和现在在航空航天上广泛运用的高强度碳纤维相当。碳纳米管的抗拉强度能达到惊人的200吉帕，也就是20万兆帕。相比之下，即使是高强度钢材，抗拉强度一般也不会超过 1.5 吉帕，不到碳纳米管的1%。而碳纤维的抗拉强度也仅有5到7吉帕，不到碳纳米管的4%。但即使是拥有这么优异的性能，用目前状态的碳纳米管来做太空电梯的缆绳，在性能上仍然显得有些不足。我们可以来计算一下，假设有一根碳纳米管缆绳从静止轨道垂到地面上，长度是36000公里。我们再假设缆绳的截面面积是1平方毫米，那么这根缆绳的自重大约是35吨，而按照碳纳米管的抗拉强度是200吉帕来计算，这根缆绳的承载能力只有20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做出一根36000公里长、截面面积是1平方毫米的碳纳米管缆绳，并把它从位于静止轨道的空间站上垂到地面的话，它自身的重量就能够把它自己拉断了。通过这个例子，相信大家就能了解到太空电梯的缆绳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有多高了吧？知道了这个情况，您可能会有新的疑问：现在是不是完全没有能力建造太空电梯了呢？答案是，也不完全是。如果用现在的碳纳米管，通过优化设计，在理论上还是有可能建造出太空电梯的。只不过真要那样做，太空电梯的耗资可能会是个天文数字。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如何用现在的碳纳米管来建造太空电梯。同样是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咱们在这儿就只讨论静止轨道空间站到地面的这部分缆绳该怎么布置。至于空间站到配重的那部分缆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按照我提供的思路自己去分析一下。首先，假设我们希望建一个起重能力是10吨的太空电梯，这个数值相当于截面面积是1平方毫米的碳纳米管抗拉强度的1半。然后我们把从空间站到地面的缆绳给它分成8段，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就假定每段的长度是5000公里吧。这样每根缆绳的质量就是10吨，承载能力就是20吨，除去自重，正好能带10吨载荷。从地面开始到距地面5000公里的高空，设置一根截面面积为1平方毫米的缆绳，再从5000公里到10000公里的高空，用2根截面面积为1平方毫米的缆绳，从10000公里到15000公里用4根缆绳，从15000公里到20000公里用8根缆绳。就这样，每镶上一层，缆绳的数量就翻1倍，到最后空间站上用128根缆绳和下面一层连接。
这么算下来，我们一共用了255根，总质量是2550吨的碳纳米管缆绳，建造了一组起重能力为10吨的太空电梯缆索。观众朋友觉得这样做是不是耗资巨大呀？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现在即使是在实验室里，科学家所能造出来最长的碳纳米管也只有 0.5 米，看来前面的路还非常漫长。当然，以上只是我做的最简单的估算，为的是向大家介绍这种处理问题的思路。在实际的运用中，由于引力和距离的平方反比关系，现实的情况要比我的估算好很多，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未来，即使我们有了性能更优异的碳纳米管或石墨烯材料，相信依然会按照这个思路去设计缆绳。解决了缆绳的问题，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方法让电梯的轿厢上升呢？我注意到电影《流浪地球2》里，导演竟然让电梯轿厢在火箭助推器的辅助下向上运动，这显然是电影的另一个重大失误。人们之所以费尽心力研制太空电梯，就是因为像火箭这样的通过消耗自身质量来进入太空的方法效率实在是太低了。现在太空电梯既然已经建成，竟然还用火箭来助推提升，除了能让画面显得更壮观之外，只能让内行的观众看出导演的无知。事实上，对于太空电梯而言，最好的轿厢提升方式就是电磁推进或者是激光驱动。关于激光驱动，我另找时间向大家介绍。而电磁推进从理论上和003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电磁炮以及磁悬浮列车的驱动方式是一样的，即使是现在的技术也非常接近于太空电梯的要求了。只不过太空电梯的耗能巨大，同时长距离的电力传输损耗又非常大。如果可控核聚变和常温超导技术得到突破，那将对太空电梯提供极大的支持。根据我的估计，未来即使太空电梯建成，并且采用电磁方式推进轿厢，轿厢的运动速度也不会很快，200到300公里每小时，甚至对于目的地在低轨的话，100公里每小时都是可以接受的。节目做到这儿，我就已经把太空电梯最主要的难点和解决方案向大家做了个介绍。但除了上面提到的问题之外，真正要建设太空电梯，还会碰到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比如如何对应太空垃圾，如何面对地球的大气和地质灾害等等，甚至连政治法律也有可能成为太空电梯发展的阻碍。但这些就是以后要考虑的问题了。在节目结束之前，让我们最后来看看太空电梯的优点吧。首先，太空电梯能大幅地降低人类进入太空的门槛。有了太空电梯，普通人即使未经任何训练，只要身体健康，就能够进入太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普通的运载火箭在上升的过程中，成员要承受巨大的加速度，而乘坐太空电梯进入太空和坐高铁没有什么区别，整个过程非常平稳。如果去的是近地轨道，可能也就3-4个小时就到了，就和出差一样。太空电梯的第二个优势就是可以大幅地降低人员和货物进入太空的成本。当然，建设太空电梯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但只要太空电梯一旦建成，依靠它强大的运载能力，能够把近地轨道的运输成本降低到每公斤$50以下。这样的成本，几乎每一个中产都能够承受。好，关于太空电梯，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